妻子趁丈夫出门打麻将，竟和公公在婚床上亲热。我什么时候是有事？我烧了1夜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死在这儿，你也不会知道。不料隔天公公就发生了车祸。更奇怪的是，妻子竟一口咬定丈夫是杀人凶手。可警方调查后却发现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坠崖的汽车，瞬间发现破案关键。然而这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人家不想一个人独守空房吗？你放心，我会经常来看你。我真的很幸福，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。事业有成的老男人魅力到底有多强？说出来你可能不敢相信，原来这个漂亮女孩原本只是一个医院的实习护士，只因为把老男人的母亲照料得好，得到老母亲的赞赏。而漂亮女孩第一次见到老男人，就被他的气质所深深吸引，而老男人更是眼睛都看直了。不过此时女孩使出一招欲擒故纵，准备离开，老男人顿时急了。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漂亮女孩听到这里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不过女孩子嘛，总得有点矜持，所以她还是让老男人给她一个理由。老男人灵机一动，为了母亲，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。漂亮女孩见老男人还是很懂自己，也不废话，当即表示同意，并说半小时后自己在后门花坛等。很快女孩就在老男人的搀扶下坐上了豪华宝马轿车，老男人又带她来到一家高档的餐厅。此时通过聊天得知，女孩是农村人，刚来这家医院实习才2个月。首先女孩示弱告知自己刚来市区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所以也很孤独。老男人一听，当即抛出橄榄枝。说实话，想不想在城里？漂亮女孩表示这还用问吗？而这时老男人更是直言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什么都帮你办好。我把那个公司效益不清，一年也只有几百万的收入。女孩听到这里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不过聪明的她还是表示，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老男人不愧是老江湖，又拿出老母亲做挡箭牌，毫无悬念，两人在外面同居了起来。而这老男人还不知足，为了能天天见到漂亮女孩，他竟然把女孩带回家，还诓骗自己老婆说他因为还在读书，没有地方住，咱们得帮帮他。你看要不让他在我们家住，有空还可以帮你做做家务。就这样，两人经常趁妻子出去的时候，在家里过起了2人世界。老男人更是斥资百万给漂亮的情妇买了豪宅。这就是咱们的家呢？对，这就是咱们的家。女孩高兴坏了，不过她当即提出了一个让婚外情男人都致命的问题：那咱们什么时候去照结婚照？见老男人在逃避，女孩更是使出看家本领。人家不想一个人独守空房呢。我真的很幸福。老男人哪里扛得住女孩这温柔一刀，无奈只得表示：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女人听到这里，为了鼓励老男人，顿时就把他死死抱住。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很快老男人包养漂亮女孩的事情被原配妻子获知，原配哪里受得了这种赤裸裸的背叛，当即就找老男人大吵一架。但是老男人也是人精，哪里会承认自己干过这些事，还倒打一耙说妻子无理取闹，自己跟人家小女孩只是普通朋友。最后更是怒斥：以后我还向你说话。不过这妻子也算理智，竟然又心平气和坐下来和老男人谈，说你们的事就此打住，咱们给他找个好男人嫁了吧。不过男人直言，人家要是不同意呢？妻子又是好言相劝，同意，你真把他当成你二奶，怎么着？你想养他一辈子？不过老男人此刻已经被漂亮女孩迷的是神魂颠倒，哪里听得进去这些，当即表示咱们这婚必须得离了，还厚颜无耻说你连这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而另外一边，情妇对老男人更是步步紧逼，哭哭啼啼的表示咱们这样长期偷偷摸摸的，我真受不了，还建议老男人应该把咱们俩的关系告诉他，还天真的说就算你们离婚了，也不表示我们不管他，我会把他当成姐姐的。不过老男人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要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您毕竟是夫妻一场，还有孩子，可是你应该让他明白，离了婚，我们并不是不管他呀，哪怕他以后不工作了，我们可以一直把他养到老。看他还是有些犹豫，于是女孩继续拱火：你是男人，做事应该当机立断。我知道现在是有些痛苦，可那是为了咱们今后永远幸福。试问这娇滴滴的声音，哪个男人能顶得住？不出意外，被猪油蒙了心的男人还真就一狠心，和他老婆提出了离婚。这婚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。见男人如此绝情，妻子心想：你既然这么着急离婚，那我偏不离，并且还把男人以前的破事也抖落了出来。原来开公司的初期，男人曾雇人打残了竞争对手，如果这件事一旦被警方知道，他的财产和地位不保，还很有可能进局子。而这个秘密只有他老婆知道。从此之后，男人便再也不敢提离婚的事了。之后的日子，他只能周旋在这2个女人之间。
偷心成瘾的男人自然不可能放弃小老婆，他甚至还特意和女孩拍了婚纱照。女孩看着墙上的照片开心不已，她幻想着以后穿上婚纱的模样，和男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从此过上阔太太的生活。而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原来是妻子找上了门。妻子一进门就看到了墙上的婚纱照，气得他直接把他们的婚纱照摔了，二话不说，劈头盖脸对小三女孩一顿暴打，直至打累了才停手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他都能当你爹了？紧接着妻子开始质问女孩要多少钱才能离开男人。他本以为女孩只是为了钱，但接下来女孩的回答让他很意外。我不要钱。什么？你不要钱？像你这种女人，还不就是贪图他有几个臭钱吗？妻子再次放下狠话，她警告女孩马上离开男人，不然不会有好果子吃。要想跟他结婚，除非我死了。从女孩的表情中不难看出，她很不服气。正是因为妻子最后的这句话点醒了她，让女孩动了杀心。等男人回来后，女孩很委屈地把今天的遭遇和男人讲了一遍，听得男人心疼不已。当问到男人离婚的时候，她还是支支吾吾。女孩立马掏出白色药品，准备结束自己，吓得男人连忙制止。我们两个总得有一个人死。老男人听到这里，心里那叫一个感动啊！一把夺过药瓶，死死抱住女孩，表示你太傻了。而老男人这一刻也才领教到了漂亮情妇的厉害。这个老男人刚刚和漂亮情妇打了一整晚的扑克，我去下洗手间。不料这时门铃突然响起，漂亮情妇还以为是点的外卖十全大补汤送到，没想到开门才发现是老男人的原配来了。女孩瞬间傻眼，原配更是火冒三丈。老男人在洗手间听闻，连忙赶出来，强行将妻子拉开，当即质问：“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”妻子听闻，既然你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老男人又怒斥：“这是咱们家的事，你告什么告？”而妻子这时已经彻底崩溃。老男人一见这还得了，二话不说就强行将妻子的嘴巴捂住。而漂亮情妇见状，拿出准备已久的绳子，帮助老男人将原配妻子制服并绑起来。而老男人这时又询问女孩这绳子是哪里来的，不料漂亮女孩竟然异常淡定：“这一针下去，总得有一个人死，是他死还是我死，你看着办吧。”老男人惊呆了，但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。情妇见老男人还在犹豫，又威胁道：“如果你不杀了他，那你就得去坐牢。”老男人听完心里一震，怎么能放弃自己的快乐生活呢？而这时情妇又出一招更狠的，她拿着针头威胁男人做出选择：“是他还是我？”看来女孩今天抱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决心。而原配听到这些才意识到害怕，连忙摇头，希望男人不要下死手。不过老男人此时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将原配妻子毒死后，开车来到一处悬崖，又将原配的尸体从后座拖到右驾驶室，然后老男人和情妇两人合力将这辆豪华宝马轿车推下悬崖，制造出车祸的假象。而为了掩人耳目，老男人又找到一块石头，让情妇拿石头朝自己头上狠狠地砸。老男人忍着剧痛，催促漂亮情妇赶紧逃离现场。另一边，警方接到报案，什么？是你一出车祸？很快，刑警队长带领干警赶到案发现场。经当地派出所民警介绍，这辆车可能是制动出现问题，从而坠落悬崖。还表示车上有一名女性已经死亡，无目击证人。队长很快来到悬崖下方，其他干警仔细勘察车辆情况，而队长就对老男人进行询问。当问一些问题时，老男人回答的也是模棱两可。队长也不废话，让他描述一下车祸的过程。老男人顿时如影帝附身，表示因为下雨路滑，自己开车经过这个转弯处，发现制动失灵，自己顺利跳车，而妻子就不幸跟随车子坠落悬崖。说完还不忘记哭泣一番。重点是很急而这时负责验车的民警找到队长，向他表示：“我也不想干修车干10来年了，刚才我上这一摸就知道，绝对不是专项失灵。”队长当即下令对车辆进行检测，并且同时对尸体进行尸口检验。很快检验结果出来，和民警说的一致。队长当即对老男人进行提审，不过老男人一开始态度嚣张，而队长直接对他表示：“你越张狂，就证明越心虚。”而当队长审问他什么时候去云山疗养院接的妻子，老男人的回答全部让队长一一推翻。而这时队长又拿出车子的检验报告和尸检报告显示中毒死亡时，老男人面对如此铁证，这才知道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只得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，并在他的指证下，他的漂亮情妇也被警方抓获。而老男人因为一时贪图美色，使自己的美好家庭破裂，还导致妻子遭杀害。而漂亮情妇为了和老男人长相厮守，也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生命。